大家好，我是佳音。大家好，我是方焕文。欢迎来到方大夫讲堂。前一阵子呢，我在整理东西，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箱子里头放了非常多的卡片，而且有非常多婴儿的照片。婴儿照片？难道是方大夫有很多小孩吗？哦，你说的是那一箱所有的小朋友的照片呢？是我的病人，因为他们以前不孕，然后接受治疗之后呢，怀孕生的小孩的照片。难怪。所以里面有各式各样，有金发的，有白头发、黑头发的。白头发那几没头发的。OK，好，所以看起来这20年来，你帮助了不少家庭实现他们的梦想，可以顺利怀孕。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影片呢，其实是3部曲哦，我们要用3个影片来拍如何助孕，如何帮助大家能够顺利怀孕。那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影片？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新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是，对，那我们可以体会到家里头有婴儿的这种喜悦。对对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非常多妇女为了要怀孕承受很大的压力。对，而且那个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要自己打荷尔蒙啊，然后期待到后来又失望的，真的很辛苦。刚才方大夫提到这个部分呢，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其实我自己是40岁的时候才生下我的第一胎，算是高龄产妇，所以我其实可以体会到很想要有孩子的那个心情。然后我也很幸运的可以经验到家里有了一个健康的宝宝所带来的这种生命力、喜悦，还有心里头的满足，那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那么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其实在怀孕的过程中相当的辛苦。尤其我最近听到朋友告诉我，他用了人工受孕的方式几次之后没有成功，可是不幸的他最近发现自己得到乳癌，所以可能要开始接受西医的治疗。那么他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因为当他开始接受化疗后，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自然受孕。那我听到以后心里头真的觉得蛮舍不得的。我也在想，哎呀，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把这样的影片送出去给全世界想要怀孕的朋友，那么也许真的可以让他们减轻很多身心的压力跟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用方大夫已经有的这一些经验，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更快怀孕，而且是怀上一个健康的宝宝。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的3部影片有3个主题，我们请方大夫稍微讲一下。在助孕的过程当中呢，中医有中医的方法，西医有西医的强项。我们呢是把中西医融合，再加上道家的养生功法，让这个助孕的过程当中呢，也成功率大大的提高。所以呢，我们的心得分成了3个影片。第一个影片呢是宫寒，第二个影片是甲状腺的因素而造成的不孕，第3个影片呢是因为免疫的不正常而导致的不孕症。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从宫寒开始讲起。所谓的宫寒是指子宫寒凝吗？宫寒一般人认为就是子宫寒凝，但是中医的古书其实是包宫寒凝。什么是包宫？包宫不是那个有月牙那个包公哦，包宫呢其实指的就是生殖系统。就女生而言呢，指的就是卵巢、输卵管还有子宫。是。男性呢，指的就是像前列腺、睾丸等。那么男生的生殖系统寒凝也会影响到受孕吗？会哦，例如像精子的数量就没有那么的多，质量没有那么的好，活动力变得很差，所以都会影响到受孕。不但如此呢，如果你想一想，生殖系统那边寒凝的话呢，那就不容易充血，所以呢也会有性功能的障碍啦，或者是呢前列腺的肥大而导致的泌尿系统的问题。所以其实这影响真的还蛮广泛的，是的，不是怀不怀孕而已，还有其他的身体的健康。没有错。好，那同样的呢，对妇女而言呢，如果有健康的生殖系统的话呢，也不只是单纯是为了想要怀孕，其实身体会变得更健康、更年轻。因为跟荷尔蒙有关。对，荷尔蒙就更容易平衡，所以呢，整个身体的体态啦就会更美啦，皮肤变得更光滑啦，有弹性啦，情绪变得更稳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哦。有的宫寒是不是会容易造成像流产，然后不容易怀孕以及子宫外孕这些问题？对，
即使怀孕了，有些人呢胎儿也长不得好，所以容易畸形，或者是根本就不容易受孕。宫寒就代表我们的生殖系统因为寒凝、血液循环不良，所以营养不足。这就好比一台车子没有足够的汽油，怎么可能开得远？或者是有一朵花，它没有足够的水分，如何开出漂亮的花朵呢？我相信所有想要当妈妈的女性们，一定不是只是为了想要生下一个孩子，而是希望生下健康聪明的小孩。当卵巢有足够的营养，那么卵子的质量就好，那就可以确保胎儿的健康。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是可以帮助朋友们来判断他们自己是不是宫寒体质？宫寒体质的妇女呢，其实容易月经不调，不管是提前或者是延后，甚至呢经血量少，颜色偏暗偏黑，血块很多，有痛经的现象，还有白带呢会增加，甚至有异味，妇科的炎症，甚至呢还有妇科的肿瘤，因为呢身体的荷尔蒙改变而造成的，像乳房的肿胀、结块等等。除此之外呢，因为宫寒，所以在性交过程当中容易疼痛，而且呢，甚至会对性欲冷淡等等。另外，在外貌的部分呢，皮肤比较容易粗糙，容易长斑、长痘子，皱纹会比较多，那也许也会比较暗黑苍白。此外呢，小腹容易感觉冰冷，手脚冰凉，精神不济，容易觉得很累、早衰，还有更年期提前。以上提到的很多的症状，让我想起我身边有蛮多的朋友，他们因为脚冷，晚上睡不好。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在努力的工作，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免疫系统会差。此外呢，小腹冰凉听起来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因为你想想，我们的免疫细胞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淋巴结都在这个位置，如果这边的血液不足，哇，我很难想象这些地方都被冻住了，运转不顺，那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呢？我们现在知道了症状，那么方大夫，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些朋友呢？既然是宫寒寒凝，所以就需要热来帮他解决。我的老师顾承德顾老师有一套道家的养生功法，能让我们的热血奔腾，所以呢，把宫寒去除了，怀孕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今天呢，你要透过服用什么产品，或者是外敷的状况，让身体发热，那个的效果其实通常都非常的有限。但是用运动的时候，是从你体内产生热能，所以那个温暖的感觉是可以延长比较久，是这样子吗？病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去 sauna 洗三温暖，或者去做日光浴晒太阳，身体都会发热。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做运动呢？虽然运动只有3到5分钟，但是要做运动，有些人就是不太愿意。是，我告诉他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小血管呢堵住了不通了，那呢你这受外来的热敷呢，要经过你的皮肤，经过你的脂肪层，经过你的肌肉层，最后才到你的血管。是，这样子一层一层到里面的时候呢，不像在外面那么的热。是。第二件事情呢，当这外缘离开之后呢，马上就冷下来了。所以原本你要通到一半又堵起来了。但是呢，你在做运动是从肌肉层跟血液层里面直接产生的热能，而这热能是在身体里面不断的增加，所以这样一直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才能把血管所堵住的地方能够打通。既然血管打通了，你的局部的器官跟细胞就会有营养，就会更健康。是，听起来呢，由内而外，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是最棒的。没错。好，那我们就赶快请方大夫来介绍今天要带的运动。好，用我们的拳头的关节放在环跳的位置，两只膝盖打直，脚跟往前，脚趾勾起来，缩下巴，脊椎打直，前后快速交替的踢。
持续做30秒到1分钟。首先呢，帮我们的2只手搓热。男生呢放在射护线的地方，女生呢放在卵巢的地方。2只膝盖打直，2只脚呢往上勾，顶出涌泉。头顶百会，脚踏涌泉，尽快的踩。踩1分钟。首先呢，将我们的头顶百会，脚踩涌泉，下巴微收，脊椎打直，一只手放在下丹田，另外一只手用拳头的关节顶在腰阳关的位置。动作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头往上顶，前推到极致的时候提肛，往后压到极致的时候提肛。这个动作做30秒到1分钟，你会发现到你的全身会发热。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不但只是帮助我们把腰阳关给提升起来，也会帮助例如有夜尿、漏尿的习惯等等的情况呢，也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治疗哦。是要刺激卵巢，让血液循环能够到卵巢。首先呢，我们将一只脚翘起来，另外2只手呢放在膝盖前方。那我们提肛往前倾的过程当中呢，用力的往内推，提肛往前倾，压，提肛往前倾，压。我们主要做的是卵巢的部分。同样的，我们要换脚，一样2只手放在膝盖前面，提肛，身体往前倾，头往前倾，往后压，提肛往前倾，压，提肛往前倾，压。这个动作做30秒到1分钟。这个动作呢，也是在做卵巢，让血液循环能够打通，让卵巢能够有足够的营养。首先呢，我们将一只脚跨到另外一只脚上方，然后呢，把我们的手放在外侧膝盖，另外一只手放在内侧的脚肚上，身体呢提肛往前倾的时候呢，压，提肛往前倾的时候压。注意呢，脊椎是要打直，头往上顶，做30秒到1分钟。我们换边，同样的呢，换脚，右外侧手在膝盖外，内侧手呢在内侧。同样道理，提肛往前倾，压。做30秒到1分钟。拉肾脏线，帮肾脏线做平衡。首先呢，2脚与肩同宽，身体打直，2只手心朝外往前推，推到极致的时候呢，2脚缩腿，头往前顶上去，脚踩涌泉，撑个3到5秒钟，放松，再做一次。然后交叉的做，持续做30秒到1分钟，直到全身发热。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骨盆的矫正。
所以呢，两脚与肩同宽，两只手放在膝盖前端，将脚靠拢，头往上顶，顶百会，脚踩涌泉，略缩下巴，脊椎打直。你要做的动作呢是骨盆往后前后的压。我们持续做30秒到1分钟，直到全身发热为止。刚才我们示范的这些动作，请大家一定要身体力行。如果每天都做，持续一段时间，症状一定会改善。不但如此呢，只要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觉得全身有在发热，那表示你做对了哦。这些动作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可是其实效果惊人哦。我们就有朋友，她在高龄44岁生下第一胎，原本她没有办法怀孕，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运动帮助她受孕的。所以请大家要有信心。好，有任何关于运动的问题，都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大家记得按喜欢，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我们后面出来的第2、第3部的助孕影片，你们就可以如期的看到了。好，开启小铃铛哦。好，那么下回见，拜拜。那除了这些状况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可以帮助我们观众朋友们来判断自己怎么啦？对，可以等一下吗？除此之外。